兄弟们，对于色色这件事情上，在地球上不管是什么生物都会去做，有的甚至会频率很高，一天来个7、8次都不成问题。而且众所周知，好色没有性别之分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其实都有想要为爱鼓掌的想法，只是有的人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。那为什么我们总是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或者想要找一个伴侣一起去色色呢？今天前途君就在这里为大家详细解答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，物种本能。我们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大自然淘汰，首先是进化出了一副能适应现在地球环境的身体。早在恐龙称霸的白垩纪时期，那个时候的地球含氧量是极高的，并且二氧化碳浓度也很高，根本不适合咱人类生存。要不是一场巨大的天灾将恐龙全部灭绝，恐怕现在就不会有我们人类什么事儿了。但是说到底，大自然只是能淘汰我们的因素之一，真正能决定是否将人类文明延续下来的原因，还是要看我们自己。倘若每个人都不想色色，从来都不想为爱鼓掌，那还谈什么繁衍？大自然还没整出什么恶劣的气候环境，咱人类自己就先断送了后代。基数就是刚刚进化成功的那几个，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的生老病死，最后走向灭亡。不去繁衍后代，就肯定没有未来。这句话是铁打的事实。难不成还真打算让小蝌蚪自己找妈妈？这不是完全闹着玩吗？因此，地球上之所以会有我们人类文明，为爱鼓掌绝对是最大的功劳，没有之一。这种刻在基因里的行为已经锁定，无法更改。再来就是另一种说法，从物种来讲，首先大家都知道咱人类都是哺乳动物，而哺乳动物又都有发情期，这也是自然现象，只不过人类的发情期并不是很明显。这种情况就是动物界甚至包括人类的物种本能。那么第二个原因，生理和心理。对于为爱鼓掌这件事上，它的作用可不单单只是为了繁殖，其实更多的原因是为了获得心理以及生理上的快感。什么样的年龄干什么样的事儿，当然这是指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啊。根据研究表明，找到一个和自己相匹配的性伴侣，并且成功为爱鼓掌后，可以极大的提高自己的信心，并且对于释放压力和改善失眠也有着显著的效果。而且通过这种行为还能迅速让二人感情升温。甚至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事儿，一对情侣闹分手，双方决定在分开之前最后来一次为爱鼓掌，完事之后竟然和好了。以此看来，色色甚至有着巩固双方感情的作用。当然这件事还有待考证，也可能是人家情侣之间只是小打小闹，只是咱认真了而已。当然通过色色不仅可以满足彼此的快感，古语有云，食色性也。虽然这样看来好像只有男人们对色色的事情更热衷一些，但事实上一位健康的女性其实也离不开正常的性生活。因为为爱鼓掌除了对生理和心理上有帮助外，还能减少皮肤病的发生，减轻经期前的综合症，减缓衰老等，所以才会有女人的美离不开男人的色这样的说法。最后一种原因，社会的进步。一句话，女为悦己者容。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，化妆品也是占了很大一部分比重的。要想开始色色，前提条件当然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而对于当今的社会，女性化妆已经是一个常态了，先让自己美美的，从而引起更多人的注意，总有一个逮到机会修成正果，最后一起走向婚姻的殿堂。所以这样看来，说色色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不为过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已经对人为什么总想色色有了一定的了解，但前途君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为爱鼓掌的合理性。为什么会这样说？首先，如果自身过于精力充沛，别人一天1次，你一天15次还不觉得累，甚至说感觉到累了也还是想要去做运动，那就得注意了，因为这很有可能患上了一种名为性瘾症的病。这是一种由于性心理障碍，患者会对为爱鼓掌这件事儿极为痴狂，这让他们不分场合、不分时间、不分地点，只要感觉一上来，或者因为看了某一位美女一眼，就恨不得立马舒服一下子。同时拥有数个女友或者伴侣，是各大约炮平台的忠实用户，热衷于一夜情，只为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，这都是性瘾症患者的日常行为。这样说起来，大家肯定觉得这种人都非常猥琐，而且还都是渣男。其实这还真不怪他们，毕竟得了性瘾症，显现出来的特征之一就是认性不认人。别人是为爱而生，他们则是为性爱而生。只要有能满足他们的性对象帮他们解决，完全可以放弃任何事情。性对于他们的处事原则上来说，完全就是第一位的。而第二个特征，那就是不受控制。即使说这类人明明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，但是一旦病发起来，他们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，只要感觉一来，就必须得到满足，哪怕是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身体，对于他们而言，理性还真干不过自己的下半身。而第三个特征，
具有强迫性，患者一旦病发，就一定要找点什么宣泄的方式来让自己舒服一下子。倘若没有如自己所愿，那么患者就会产生很多负面情绪，开始精神萎靡，感到抑郁、急躁，甚至愤怒。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那可能就要心疼一下家里的家具了。接下来第4个特征具有依赖性。性瘾症患者的依赖性和毒瘾、烟瘾是一样的。从他们每天高频率的运动来看，一旦间隔几个小时没有发生关系，那就会造成之前说的这些症状啦。想要戒掉的话，只能说很难很难。第5种特征，情绪与性的恶性循环。这个其实很好理解，患者的负面情绪与自身的性瘾是相辅相成、相互影响的。当患者心情不好时，他们想到的解决方式无疑是来1发或者来2发，但是想到了这样的解决方式，却因为没有配合对象而苦恼，从而会让他们的心情变得更差，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，基本无解。那么最后一个特征，具有不定的、没有意义的关系。相比起普通人这些正常的男女关系，对于为爱鼓掌这件事的对象，那肯定是非常固定的。但性瘾症患者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往往更喜欢追求一些与众不同的，就比如和不同的伴侣相处时的刺激感，也更喜欢一夜情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其实这一点特征大家也应该能想到，毕竟每天频率这么高，一般的解决方式肯定已经没办法满足患者了，动手能力再强也抵不过自己出去寻找刺激，久而久之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也会让他们上瘾，并且无法克制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倘若发现自己已经中招了，那就得格外小心性瘾症所带来的危害都有哪些了。因为性瘾症除了造成负面情绪，影响正常的生活、工作以外，还会有以下几点的危害。首当其冲的就是危害男性的生殖健康。对于频繁的为爱鼓掌，可能会给男性造成阳痿、早泄等功能障碍。再来就是加大性病传播的风险，因为当性瘾发作的时候，很多患者为了及时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，都会变得饥不择食。毕竟此时的他们是下半身控制身体，而不是自己的大脑，就会因为没有做好措施而增加感染性病的风险。说到这儿，还有一种危害，相信大家可以猜到了。既然患者症状一旦出现会变得很冲动，那会不会对社会治安造成危害？答案是不确定的。因为虽然性瘾症患者的症状相同，但是人与人的差别还是很大的。绝大多数人还是可以在法律的约束下办事的，但是不能避免有些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从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。就比如说性侵犯。也正是因为这些不良行为，在正常人群看来，首先是不检点，其次就是难以理解。也是因为这些，才让人们对性瘾症患者戴上了有色的眼镜。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性瘾症患者而言，他们只是单纯的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，并不是因为好色或者变态才做这些常人不可理解的事。倘若想要治好自己这种病症，那么就得在世界放弃你之前，先别自暴自弃。况且现在已经有了相应的特效药，只要积极治疗，还是可以康复的，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去生活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倘若还有小伙伴要补充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是钱督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